有这么一款车，它以自己的颜值和气质支撑了整个品牌的调性整整20年，在其中收获了无数的名流车主，也让无数的朋友心中怀着对它的憧憬，买了这个品牌的其他车。它就是我身边的这辆英菲尼迪 FX。整个英菲尼迪 FX 系列啊，当然就是后来的 QX70 系列，诞生于2003年，也就是说接近20年前啊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可以想象 SUV 都是什么样子啊？宝马 X5 刚出第一代没几年，奔驰的 ML 也是，都非常的拘谨啊。我要兼顾一堆东西，我要有空间啊，有拉货的能力啊，有一定的越野性能，是吧？看着都很实用。其实英菲尼迪的诞生也就是90年代的事儿嘛。当时雷诺日产合并啊，他们做了很多设计上非常有突破的车，包括这个车，它非常的任性啊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大 GT 的感觉 ，SUV 形制下的一个大 GT， 有一个巨长的车鼻，然后流线型的车身，你看它整个的窗线是一道弧线到尾巴，然后把后尾收得很小，视觉重心上这个车是往后坐的，而且它整个车的设计也是完全偏向于运动化。啊，非常大的发动机，3.5升的、5.0升的，所以当时的车坛上这个车的推出可以说独一无二，而且也吸引了全世界各地巨多的名流成为它的车主，可以说是英菲尼迪离保时捷凯宴最近的一次。这个 FX 系列呢有2代车，2003年到2008年是第一代啊，那一代车设计的没有这么的极致。啊，它的灯还是比较小的，比较拘谨的。然后到2008年以后，这个第2代车型，我觉得是造型上会更好，变成了一个斗夹型的灯，整个灯的线条也是往后甩的，然后前中网变成了这种波浪形的啊，非常有立体感，也非常有高级感。啊，轮毂也用的非常的大，咱们这车是一21寸的轮毂啊，在那个年代21寸的轮毂还不是特别多见。我相信无论在哪个年代啊，如果您从后视镜里看到后面有这么一辆车，会有特别强的压迫感。特别有侵略性，因为它的前头高昂且巨大，感觉是一个比这个车大得多的车，是吧？然后往后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运动化的设计元素，比如这个镀铬的鲨鱼鳃，上下的镀铬条，然后整个车后尾非常的短啊，收得非常的快就结束了。后尾的造型设计也是英菲尼迪这些年来一直在沿用的一套设计啊，就是流线型啊，后挡玻璃压得很低，后边的大尾翼和后备箱盖形成一个整体。这个在制造上难度也是非常大，可以说整个这辆车的设计非常的感性，非常的极致，考虑的问题非常少，什么空间呀，什么实用性啊，什么越野性能，通通一边站，只要帅，只要运动就行了。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个 FX 的内饰啊，首先这套内饰风格是制造了一种由曲线带来的奢华感。这个感觉呢，在2008年就推出了。实际上，我觉得整个英菲尼迪，甚至于整个日产集团，在后面的10几年都在用这套内饰的元素在造车。你看，一个曲面型的仪表台啊，中间的屏幕这儿有一小台儿，上面有很多按钮啊，来控制这个音响啊，还有很多行车电脑之类的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触屏，所以是做了这么一小台儿。现在看起来触手可及，并不见得比触屏难用。而后面日产很多车都用了这样的元素。中间带一块表啊，一个机械式的表，彰显高级感。然后是空调，就是虽然是很多按钮的老设计，但是今天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。而且作为一个100万级的豪车啊，这车的内饰确实真材实料，真皮的座椅，真皮的方向盘，而且我们见到了车门和中控台这儿用了真正的桃木，而且桃木用的特别讲究，它的木纹是经过详细的选择的。你看。车门是向下的木纹，然后两边做了颜色渐变的处理，非常深的颜色。然后中间也是，这儿是横向的木纹，然后两边也做了深色的处理，还有一个镀铬边包着。可以说，我觉得这在桃木内饰上用的非常好的一个，一点都不油腻，充满了高级感。谁说日本车不会用真桃木？那就是你钱没给够，知道吗？给够了钱一样。FX 这张座椅也是非常的有特点。首先，它是一运动型车，所以筒型座椅。支撑非常好，而且不是特别软啊，坐起来就像跑车的感觉，但又没有那么硬啊。这张座椅完全的大牛皮包覆，中间带刺绣的英菲尼迪的标，斜向的这个拉纹的版型，这在当年也是很新潮的。而且座椅的功能非常丰富，有腿托啊，然后这还有气顶腰的啊，所有能想象的功能，通风加热全都有，在这儿就可以控制啊。这还有车的运动模式、雪地模式。帅是需要有代价的，大家看看这车的后排，前
前面是我正常驾驶位置，只有一拳也塞不进去的距离，头部也非常的压抑，非常的小。配置上除了一个简陋的空调出风口和一个充电口，啥也没有了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100万级车的后排。的确，这车的定位本身就不让你坐后排的嘛，开前面耍帅，是吧？后边放个包，放点东西也就得了。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全景天窗啊，这车车顶那有一大电视，这也是特别有时代感的一个设计啊。我也不知道给谁看的。你说谁会坐在这车后排看这电视呢？这不是领导坐的车，是吧？这么帅气的一个大鼻子里到底有什么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！我相信大家也比较好奇。这是一个 V8 发动机啊，这个车其实有很多的动力选择啊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有 3.5 V6 的、VQ35 的、3.7 V6 的、VQ37 的，还有这个 VK45 的、4.5 V8 的。咱们这是 VK50 的，5.0 V8 的最大的一个版本。啊，这个车有431马力，非常猛的啊！而且看这个布局，它是一个前中置布局。实际上这鼻子这么长的地方是没有东西的，它是往后推了。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鼻子造型并不是浪费的啊，它是为了装下一个大心脏，同时让它尽可能的往后推，让这个车跑起来之后重心更稳啊，更接近50:50，操控性更好。咱们来开一圈这个英菲尼迪 FX50，感受一下啊！我也是第一次开这车。先着车吧，我先安静，大家听听这大 V8 着车什么动静啊？哇，气势恢宏啊！走，挂上 D 档，哎呦，档好硬啊，一个纯机械档。哇，这车方向盘巨沉，就低速赶上97.1了都，但其实这代已经是电液助力转向了啊，但是它这个电动在低速下没起什么作用。跑快了，明显轻一点了啊！这车的视野看起来特像一跑车，鼻子巨长巨高，我能明显的看到2个轮拱。要不是视野离地距离特别高，我真的觉得这开的是一跑车。座椅也是很硬，夹得很紧，它这个夹紧度通过这个2个小按钮还可以调整，非常跑车化。这车有431马力，500牛米，0到140秒7，这个 V8 的啊，数据今天听起来依然是非常吓人，是吧？比 3.0T 的什么 X5什么这些车都猛得多呀，毕竟人家是5.0的嘛。哦，太雄壮了，这声音。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它的加速是持续不断的推着你往前走。你觉得开现在那些 3.0T 的车马力也挺大，但是多少有个衔接，没有那么连续、那么持续的推，啊，这种力量感还是挺棒的，我觉得。当然，这车这些理想化的背后啊，首先开起来沉，比较颠，比较硬，啊，而且视野不算太通透啊。虽然是一 SUV 啊，视野还可以，但是它底下这些还是比较挡的，毕竟鼻子长又高。但是我觉得，为这个声音，为这个加速，为这车这么帅的样子，还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啊！这车开起来还是挺爽的。我相信大家看了我吹了这么多这车是吧，一定都特眼馋、特痒痒。到底现在花多少钱能拥有呢？说实话，很多朋友问我二手车行情，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是做二手车的。今天找来一贩子啊，让他给大家聊。来，大家好，二手车奸商李老鼠，请多多指教啊！白老师一说。他英菲尼迪闹一大 SUV， 我第一印象是 FX35， 你知道吗？我从业二手车啊9年，一共收过3台，这3台平均的卖车周期都在3个月往上，还有1台过生日了，就是1年没卖掉。还是你不灵。今天身边这一台50啊，我一直想拍的，但是我没有拍上啊。就我今天讲一下行情，10年的 FX35，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。富二代，隐形富二代的一个配置，相当于今天的 DBX，8缸 DBX， 6缸 DBX， 因为当年这车办下100多万，我当时收的是17.5万收的，最后卖了17.5万，真的就是要的人太少了。因为这个车有个特点啊，第一个特点是稳定性特别好，这是大家喜欢的地方，但是有一个缺点。也是它的特点，就开起来我这车太硬了，真的是邦邦的。你这车你觉得像是 SUV 吧，开起来是那种 GT 跑车的感觉，
动力很好，但是人就是 GT 跑车啊，就是 GT 跑车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买它就觉得它是 SUV， 就开起来以后悬架真的太硬了。50啊，说实话没开过，但是白老师跟我报一下车况啊，10年的50，我现在给估价的话，让我收，按着我投，今天不收不让我走了，我最多给开20冒点头，就这样一个行情，但是还是不好卖，实话。怎么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啊？那35的呢？你可以聊聊历代的，这从03年就有这车了，历代的行情大概现在国3的07的，现在基本上市面上你要收的话，4S店置换能给你到9万块钱，二手车商收的话就8万多一点，车况极好的能超过10万。然后10的话，35现在基本上北京的车稍微贵一点，14、15这样一个价格。然后再往后，因为它发动机有换代，那个我就不太建议买了。要买英菲尼迪，认准 VQ 系列的没毛病啊，就这样。修车巨贵啊，这车别买。白吹了半天，一盆凉水全给我浇凉啊！修车他说了不算啊，我找一说了算的。来，高兴，给大家聊聊，这车爱坏吗？这车啊，说实话，修的本来就不多，但是呢，这车也修过啊。这发动机它绝对没有问题，能把这发动机开坏的，这个神人一般的很少见啊。主要这车变速箱啊，变速箱是他们的一个软肋。7AT。对，变速箱我们修过，变速箱有通病啊。整体上稳定性还是可以的，比丰田要高，我个人感觉啊。再有就是它的维修配件价格，这个确实稍微贵点啊，但是它的稳定性在那儿，贵点其实也无所谓。建议大家收哪款？其实我建议啊，喜欢的这个手头充足富裕的。就来这50啊，这个其实正常使用的话，还是收那6缸的合适，是吧？啊，行，这就是这车的二手车价格和这个维修的情况啊，都是他们说的啊，说错了找他们骂去啊，别骂我。尽管这二位泼了这么多凉水啊，我觉得这车从设计上啊，从它今天看起来这个气场上，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收、非常值得玩、非常有气场的一个车，而且现在不贵了嘛，10几20万。这车开出去，当年那可是好多的知名运动员、教练员啊，很多名人的座驾，是吧？即使今天我们开这么一车出去，依然显得特别横、特别有钱、特别有品位啊！还要最后提醒大家啊，喝酒之后一定要叫代驾，代驾没来也别自己开啊，万一开睡着了撞了，损失可就大了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汽车，咱们下周再见。哎，兄弟们，补一句啊，这个不行啊！我这个刚才问了一下啊，这个50有一个哥们儿这收了35万收的，20万收不到啊！这还是这个车太少，你知道吗？我张口来一价，20万收不到啊！我看这个车人都卖快40了，我不敢开价了这个车。我觉得怎么收得30哦。想20万买车的联系他啊，李老鼠说车@啊。